經過雲林、嘉義、台南三家人士，2020年3月其中嘅自行車專用途，差唔多係有88公里安長。呢條自行車專用途係順連邦年嘉南大圳，結合竹關線、老北關線打錯嘅，不係對林內鄉雲林管理處農田水利文化館經過專家南。今年的雲林盤界全國水準論壇上，專家就提出嚟，希望以南向北嘅國家水準綠土鑄造路線，勞東西向嘅寬寸綠土串聯，從線到面，勞水位寬基，打造出親民嘅生活良妙新創意。鹿卓溪的特性就是这样，它是一个好像个摆动的，叫做所谓的黑水龙。早晨8點半，農田水利署雲林管理處林內分處正上班無已久，參加2025年水準會議嘅盤稱，就對各地來到亞西拍。北港溪甚至到鹿港溪，这中间曾经都是浊水溪的河道，摆来摆去，然后后来就是因为有这个堤防之后，才将这个水把它固定。也係全國唯一用農田水利做主題嘅環境教育園區。雲林管理處農田水利文物館林內分處嘅主任廖志聰用輕鬆又專業嘅話語，同來參觀嘅學員介紹嘉南大圳係用穩定嘅水源來改變嘉南平原嘅耕種條件。雲林、嘉義跟台南這整個叫做雲嘉南平原縮寫成嘉南平原。在這15萬甲的嘉南平原，它其實是一個看天田，就是有下雨的時候才有水來可以來耕作，然後打破這個，讓它變成我們的糧倉的，就是嘉南大圳。水係作物生長必要嘅條件。台灣有一句老古言語講：天無溝，水無流。1719年，睇文水河被偏殺嘅八寶圳開通過後，睇文水河嘅水淹田，種花農業就有嘅一定嘅發展。唔過睇南偏殺嘅園林，愛對蒙田田變做糧倉，實愛等到1924年，嘉南大圳嘅竹關線內通完成過後，也稻田將有穩定嘅水源和耕種，故數萬年種花200年，安尼就抵押水準對農業發展有一重要嘅。嘉南大圳其實它是3大系統，南幹線、北幹線還有左幹線。它為什麼叫左幹線？因為它的水源是來自濁水溪，所以叫幹線。因為我們的水系我們是這樣分類的，我們最大的渠道我們就會稱為幹線，小一點的我們就稱為支線，再更小的就分線。幹線、支線、分線、小級，小級就流到我們的田裡面了。竹子做的叫竹狗，也有人叫石狗，因為裡面是裝填石頭。竹學嘅無就喊到石學嘅龍嘅歌，係愛模特嘅老鼠兒，佢係用繼續編嘅，大約12冊安歌。用到水稻過後，再種滿石頭。擺到鬼拉咧，各水、頓水，改變文水河流到林內，2號入水後，治水過後，先俾田腳，再流到田墘嘅空氣，係成就雲林農業發展嘅工程。你看這個非常珍貴的資產呢，我們早期怎麼從濁水溪去把水引進來滋潤我們的農田，要提供農民灌溉。這個包括直徑100公尺。它的庫容量45000立方公尺，好像很大，對不對？然後它有兩個水源流進的進水口，有5個出水口。8年前，竹關線睇文水河
因有年烟3.8万公顷研发的田丘。8年過後，佢除咗有工科嘅功能以外，又結合嘅農業體驗、人文風采、韓國產業歷史，產生嘅全國第一條順等水準可以國家級嘅自行車道水準綠道。目前这个水圳绿道只是说在我们卓干线这个大动脉上面，因为这个大动脉沿途这个水圳风光真的是非常的优美，也有很多值得我们去细细体会的。目前纵向已经完成了，这些横向的其实是我们未来应该要思考如何扩大，将整个这些水文化元素能够都把它纳进来。2025年喺台灣水準論壇上，台灣永續聯盟提出用國家水準綠道做主題，再同地方嘅環村綠道結合起來，一時時地打造出在地民眾簡單就可以行檢嘅水域環境嘅新創意。國家綠道比較好像是這種挑戰級的，那規劃公里這對一般的民眾來講，還是有點遙遠啦那真的可以每天看得到、走得到、體驗得到，甚至可以關心得到，其實是生活周邊的這些綠道。那這些綠道，它的元素可能是水圳的，它可能是糖鐵的，它可能是溪流的，甚至是一些排水線。那甚至有一些是什麼園區。那我們怎麼樣把這些在地的資源，把它做一些好的串聯跟整合？每年到了冬天，那個甘蔗開始壓制，糖廠開始運作空氣中會飄着淡淡的甜味的時候大家又想起來，對我們是一個有因糖而生的城鎮未來呢2個國家綠道的交匯點這個橫向的是我們的國家水圳綠道在我們的右手邊這是未來的國家級的糖鐵綠道那它彌足珍貴，就是說它目前12月到3月是還真的有小火車會在那邊拉甘蔗。其實包括這個中華要來到咱雲林要到嘉義其實也都還有非常多的糖業其實應該要設法把它做一些串接啦那形成一個綿密的生活路網。騎鐵嘛，對。大鵬司機嘅行了，天天嘅公燈出幹線流過嘅富美鎮同台東鐵道有乜嘅關聯？帶領大家順等水準去建村鐵道韓國有幾延期行了陳建之因行因提講，佢對水準綠道結合台東鐵道嘅想法。今天是以開車的方式那未來可以再透過更短一點的慢速的距離，來用騎車或走路的方式來觀察這些環境，還有哪一些需要改進改善。那當然，可能在這個過程，我們先優化，先找一些比較合適的，先把它找出來。那這個部分，我覺得也是在後置未來，我們希望有更多的公眾一起支持或加入這個推進。從大的國家綠道，小的話是從環村生活綠道開始做倡議。如果沒有糖業，可能就沒有虎尾。那糖業為什麼會到這邊過來？當然，這邊是一個廣大的一個平原。那在當時的話，可能灌溉不是那麼的方便。所謂的台鐵到斗南站通了，在03年、04年的時候，然後到這樣1908年的時候，就這樣把鐵路開到這邊，成為虎尾很重要的這樣整個進出的交通一個樞紐。然後之後，糖業就進駐到這邊過來，就在我們現在的右手邊大家陸續會看到，這個園區就在糖鐵道的旁邊，甚至有看到小火車這個園區這個小火車的這個所在的位置也是一個旗站，旗子的旗就是那種以前火車在走的時陣有那個指揮的所在行業全台灣也係行喺行嘅台東5分叉鐵道
后壁寮站顺风的建国一村，也睇日治时期，是喺海军航空队飞行机场行过建设。那边有一个旗站，嘿，那个这个聚落叫做后壁寮旗站。因为早期这边是空军基地。的一个训练的地方，那也因为这样，就造就了那么活化我们的这样，就是说这一块土地的生活。所以呢，我们在建国一村的部分跟建国二村大致已经都整理出来了，从过去的闲置的破旧，到现在慢慢整理出来。来，有没有人要体验一下你人生第一颗南美假樱桃？过去中台解放喺經過嘅按多年嘅修正過後，後擺建村地度嘅太樹嘅行過200方嘅矮樹嘅農閒菜，唔過舊建設漸漸嘅由後生人落去，變做嘅完成夢想嘅文創空間，係由藝術氣氛同建村文化嘅所在，咪係繁村綠土下人嘅所在之一。水的话有2个地方一个是雨水，它所流下来的第二个呢是所谓的这样从卓干郡就嘉南大郡里面引水进来的。對於趕緊台風看一下，喺太陽由20公頃研發嘅馬港有機農業循環園區，富米係沙溪大學生態航土公司顧國順講，有機園區為特別先提就係因為有出幹線流過。提供嘅穩定的水源，有一些台糖的闲置的一些土地，那虎科大这边就有去规划，想要把这个地方成为一个大粮仓，马光有机专区。那从台糖不种甘蔗，变成种有机，然后这样它大量的考量到生态的过程里面，大概有8%到10%是把它空间利用出来作为湿地。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里面现在就可以看到小屁弟在那个水池里面園區係特別保留嘅濕地環境，也係青島調嘅古神嘅所在，未係民眾了解農業同生態可以更好最好嘅示範園區。除了主線的國家綠道，這些支線的周邊再搭配還有一些，比如糖鐵道或者是有一些溪流或者排水線，那可以慢慢就形成一個網狀的概念。除咗去看園林富美、水準歸路嘅正嘅風景以外，行程未去到變體人家好播嘅安慶圳，陳建志帶領大家觀察一條是流到天橋入到同涌嘅水準，也下沙邊做做嘅排水溝。唔過佢未講到喺未來水準發發以後會有一講。後面的朋友，要不要來看一下哈？你都已經走到這裡了，安慶圳就在你眼前，看它一下吧。它原來是虎尾溪的水，後來有用卓幹線的水但是後來因為沒有農田的灌溉需要，所以就把它放棄了。未來如果要再重新規劃的時候，又會再把卓幹水再重新弄進來。當時農田還是很多，就必須要在所謂的北港溪上面引水進來，就是安慶圳。那也因為這樣造就了一個安慶圳，但是呢，因為整個城市起來了，農田已經消失了，那安慶圳就變成所謂的排水溝。那排水溝呢，排水不是很好，就會造成淹水。我們希望今年開始又再能夠再推進，就是我們自己雲林的綠道，雖然已經有國家水圳綠道的主線了，但是周邊的側線，水圳的側線也好，或者是像還有更多是像糖鐵道溪流的這些綠道，我們怎麼樣來慢慢的來擴充。依富米了為半日的繁村綠土的體驗，台灣永續聯盟的理事陳建志帶領大家觀察水圳歸路的合同法。佢講綠土唔單淨係外地人旅行的路線，咪係在地人日常生活散步的所在。佢希望由下那度的人來支持
无就是家己自己来做到还存生活绿土的理想。要好好去考量。否则现在已经这样，你可以看一下那一边哦，包括